哇，起步即倒车。Oh my god！ 哇 ，Dempster Highway 真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体验。那个火真的是有够大。看，居然突然在下雨。现在是个大问题。而且就快到了。对，其实就是差个2天。塞了。又是你，一路追过来，真的好可怕、哦，看起来像一个猛兽。干你老师的，赶快给我过去啊！操！哇！对，这边我刚刚一度差点失去控制，干！不行了！等一下，我撑不住。我们到了这个 Downtown Hotel。OK 啊，好了，调整了，好不好？饺子酒。啊，都来到这里，该做事就做一做。没错。我没有，为什么听起来很像？没有，为什么？很不情愿的样子。我很期待。可能，因为我很重视吃跟喝这件事情。反正对我来讲，就是有好吃好喝的我才会吃，对，不好吃不好喝的我会放到嘴巴里面去。如果今天有任何一个脚趾头可以放在我的嘴巴里面，那只有我老婆的。他就给我们空的酒杯，要上去那边有个挑战席。换我们了，好吗？我们在那边。Oh yes, no problem at all. Thank you. No problem at all. Take all the pictures and all the video you want. Okay. Okay. And you are Chu. CHYU. This is me. Follow the captain's of shot or coffee. Okay. Are you ready? Yes, ready. Okay, excellent then. Oh my god. It looks weird. Oh. 烟梅干。 So, you can drink it fast. You can drink it slow. Okay. But your lips must touch this gnarly toe. Okay. No teeth, no tongue, Okay. and no tonsils. Okay. Thank you. Enjoy and cheers. Cheers. Yeah. Welcome to our club. Oh. Okay. We pay a 3-person. Okay. Yeah, that's perfect. Okay. Oh. Yeah. Welcome to the club. Yeah. Yep. Right on, man. Right on, everybody. Yeah. Right on. Enjoy Canada. Thank you. 我觉得我是最失败的那一个。为什么？因为你你刚才把它吃刚进去。倒不出来，你知道吗？它其实很难倒，因为我卡住，然后我就害，因为我有点紧张，我不然连酒都吐出来，看起来超狼狈的。我不知道它是手指还是脚趾，脚趾，很长哎，很长啊。超长。我觉得那不像大脚的大拇指那样超长，你知道吗？长到不行。你刚刚说为什么会卡到，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它太长了，直接卡着杯底，知不知道？到底是哪里来的？还有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冻伤的，对，还有些自己送来，不是真的死人啊，是真的冻伤。对对对，但这个要讲一下，就是说，好像就我了解是，本来有一个最原始的脚趾，就是在制造这个传统脚趾，其实早就已经被吞下去了，被人吃掉了。对，而且是故意的，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吞下去会带来好运，因为那是特级咒语。然后就被罚，然后之后他就开始立规定，就是只要吞下去就是罚2500。所以后来其实有一些志愿者就在捐了这个脚趾出来。如果你现在在北极圈真的发生一些比较不幸的事情，那你没有死，只是你脚冻伤了、你截肢了，你会想要捐过来吗？哦，如果他愿意，如果都已经掉下来了，那我就送他。就捐了，是不是？那如果说不是脚趾，是其他地方冻伤的，你也会捐吗？不可以咬。特调。我特别强调，不可以用牙齿哦。不可以用牙。那个应该可能会太小，就是会不然被吞进去。他们会问一个问题说，哎，奇怪，这是小拇指吗？怎么可能？没办法拿着那边比划，因为怎么可能？然后重点是我们拿到了，就是记得来北极圈的话，这一趟真的还有4张证书。对，那个就是 Inuvik、图托亚图克，然后这边，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 Dempster Highway， 对 Dempster Highway 证书，所以我们拿到了第1张。哦。我们来看老板到底在房间里面都在做什么。等下，你那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你来北极还有这种东西？你带了什么好货来北极？我们学校的吸毒会会长。哦，
那听起来就是我们Dr. 情趣全球独卖的信徒会场摇杯。这个摇杯真的，我必须要说，因为我算是跟他老熟了，你知道吗？这老朋友啊，我其实从他1.0、2.0的时代就一路用到现在，这个是现在最新的版本。你知道它这个摇杯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好像有魔力，你知道吗？有魔性的东西。你把它用进去的时候，你就觉得它就在吸，就是一个黑洞，然后一直把你往前这样吸进去。老实说哈，我个人的尺寸算是。怎样？不怎么样，不咋地，没什么。那就好，那就好。但是问题是呢，我觉得这个会场很温柔，不管你大或小、长或短，它都可以无限的包覆你、包容你。你知道这几天啊，我们在北极，我不是正好有看到熊吗？我就有点感觉，我自己就像是一只冬天里面已经想要冬眠的熊，我想一直住在会长的血里。我以前都以为说双手万能，有什么东西可以跟手比的？因为手很灵活啊，这种东西死的啊，它不会动啊，对不对？所以手一定是最能够有感觉的。但是我因为会长，我改变了这一切。我发现我们的那个向导 James 其实对我们这个情趣用品蛮有兴趣的。他只是好奇，想说这仨小，他因为他没有对这个没什么经验。你要想，他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户外，然后呢长得又帅，然后呢又生了4个小孩，看起来非常有活力的男人，他怎么会懂这个东西？这个我们要不要就送他啊？我觉得可以直接送他。但是问题是半年后，有没有可能他老婆打电话给我说，请问一下为什么 James 在跟你们带队之后就再也不跟我做爱？我说我哪知道为什么？完了，感谢 Dr. 情趣，给老板加油。我是觉得 James 有4个小孩够多了，不应该再生第5个了。然后现在呢，其实已经10点半了。我们其实这2天蛮舟车劳顿的，就是很累，就是连刚刚我们原本想说我们在饭店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就要出来晃一晃，结果我们3个人直接在那个饭店就……啊，你身体还好吗？我觉得很怪，因为老实说，其实目前我们在旅途的起点而已，我们才刚开始。对。可是我必须说，我已经非常的疲劳。我觉得是因为第1天露营这件事情真的对我元气有点大伤。那我喉咙现在很痛，肩膀因为本来就受伤嘛，所以其实也是很不舒服。我喉咙痛，我不太确定到底是感冒了呢，还是说我还是因为太干，然后对沙子什么的，我分不太出来。我只能想说今天也许早一点睡觉，然后但很难啦，我不知道能不能办法。但早一点睡，然后睡多一点，明天早上起来也许就好了。你这一趟路，你有做一个预备，就是可能你没办法骑完，然后要给大黑骑吗？我们现在是这个出发的第3天，今天要正式进入 Damp Highway， 然后 Damp Highway 是正式要进入北极圈的一条道路。然后昨天 James 有提醒你什么吗？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一段大概400公里左右，其实比前面的都要短很多。可是问题是呢，因为沿路全部就是已经没有那个柏油路了。哦，其实就是泥土路。那我们昨天下午的时候，其实 James 有稍微调整过胎压，他把本来大概可能30吧，然后调整成28左右，会比较软一点点。哦，这样子的话，可能在面对适应土路啊，适应土路。但是问题是在公路上的那个路感就会变得比较不一样，所以他就说，如果你真的不习惯的话，我们可以再调整一下。所以你今天其实你最大的挑战是，你要在你到第3天了，你还在适应车子，然后以及新的道路，以及我们前几天其实都是1天骑200-300，1天骑200-300，这是今天第3天第1次要挑战1天就要骑400。对，其实本来第1天应该要骑550啦。对。但说真的，因为那个550是很顺利的550，照来讲应该是很简单的，但现在就是直接挑战400了。我觉得 Damp Highway， 他说那个美丽的程度是前面完全不能比的。哦，对。对，所以他有说，如果你们想停下来的话，随时。希望 Damp Highway 让你不无聊，就是每次可能都有让你有新的东西这样。You know, I know. I forgot the pole. Yeah, I know. We can make one out of a tree branch, maybe at Eagle Plains. Yes. James 有一个骑士 ，That's cool。他说他忘记带旗杆来了。哦。他说我们等下到 Eagle Plains 的时候，搞不好可以去弄个什么树枝还是干嘛的，然后插在那个车上。哎，这个就很帅，暴走感就来了。来，3、2、1，动作！哇，起步即倒车。Oh my god. That's okay. 没事。Sorry, I just gotta get off the road. Do you guys want to get out? 很好笑。天哪！难上加难。Oh, chew. Oh, chew. 嗨，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啦，等一下就要往
那个方向，那边就是 Dempster Highway 的路了，对，差不多，那边应该是距离大概可能380到400公里左右。一路到 Eagle Plain。Eagle Plain。对，我觉得台湾人要怎么解释这是哪里？台北到高雄吧，差不多。也就是说，你一天台北到高雄没有柏油路。哇，你有期待吗？就是这种。应该比这更难哦，因为之前有很多人在那边摔车。James 有说，在 Dempster Highway 有两个守则。第一个是你看到加油站就要加油，因为其实没什么加油站可以加，对，你只要看到就要加。耶！第一个，第二个一定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 don't crash。最重要。Please no. Yeah. 好了，那等下准备出发了。对，大家截图，自己截图。好了，现在上路了，各位。Dempster Highway， 耶，站起来！速限90公里的 Dempster Highway 啊。目前这个路况，其实我觉得还算是蛮……我才刚讲完就进入砂石路了。在这种地方骑这种速度，其实台湾人真的想象不到。我必须要说，其实有点抓，因为其实是还是会飘，沿路都在飘。James， 你太勇了啊！哇 ，Dempster Highway 真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体验。它嗨的不是速度啊，它嗨的是这个危险性吧？好像就是要习惯那个摇晃，因为那摇晃是无可避免。对，你有没有觉得，就像我说的，台湾找不到可以适合训练骑这种路的地方？应该是没有吧，也没有那么长的像这样的道路。这样是真的不好骑啊！因为连火花罗骑，我在后面看，我都觉得有一点偏。非常正常的，真的。哇，这个时候发现哦，这个防摔衣啊，还有靴子啊，它的有个很大的意义是，我一直都可以感觉到有小石头打上来。在这里穿凉鞋应该是不可能的吧？在这里能穿凉鞋的就只有台湾人了。好，这边是哪？这边是墓碑山，可是墓碑山就是那里。那这里看着你会想说，哪里像墓碑？不是应该像龟山岛一样，真的有一只龟吗？没有，他是说从这个角度看不到了。我们要等一下到另外一边去的时候，它是一个因为地形作用的关系，所以它只是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墓碑形状，但是这个角度还不行。其实我觉得重点是什么？他们这个团队的名字就叫做墓碑，然后不是他也说他很多朋友问他说为什么要取这个不吉利的名字？对啊，好奇怪。但是这是因为这个地方真的很美。我们刚刚一路走过来。真的很漂亮，你有感觉到吗？就你每一个地方，你每个时段看，一样都是山，一样都是树，但它的排列组合不一样，你整个看起来就不一样。而且因为今天真的天气太好，所以其实我觉得骑起来没什么压力。像那个我们的导游 James， 他就跟我说，这边有一个 information center， 他说不错，里面有一些蛮多东西可以晃一下的。然后他就跟我说是什么，shark 或什么之类的。他又带我们来艺品店，又要来拍照了。他又有抽成了。对，我跟你讲，我们等一下是没买东西，他脸会越来越丑。对，然后中间他也不会停下来，他完全不屌你。你只会发现他越骑越快，越骑越快。James 等等我。我们都是蚊子。我们现在在这里。这里是 here， 然后之后我们会到 Eagle Plain。我们今天会到 Eagle Plain， 再去死，等下最上去之后下来到 Eagle Plain， 然后呢，隔天我们要这样聚到 Inuvik。熊的毛。刚刚Carla带我走这条小径，这条径其实只有300公尺，其实照来讲走个2分钟就没了。可是问题是他大概带我走了10分钟吧，然后沿路一直在吃东西。这个东西专门治感冒，我说我有点感冒，他说 OK。神农尝百草，好强哦！重点是，我现在可以带你们乱吃吗？因为我可以凭记忆拿出来说，这个应该是他刚，应该可以，你先吃啊，然后你吃完后，这个木棉，哇，这好美哦，这是什么？这是梦幻仙境。对啊，这个东西，它这边是什么？来摸一下森林哦。然后呢，摸一摸，你会发现手上，你看，有像这样黄黄的粉。他说这是天然的 sunscreen， 就是防晒。哦。你怎么给它弄起来了？因为我没有带防晒啊。我也要，脖子帮我弄一下。好。Carla 她真的是自然组的。怎样？对啊，我还跟她说，因为她后来一直在吃各种药草，她说她的功能是什么？功能是什么？好强哦！我说你是 witch 吗？她说 Yeah, something like that。怎么了，导游？现在找东西啊。导游干嘛一句话都不讲？
你当我是小天才是不是？我要退钱。随便讲一句，不要退钱，我求你们。你们用手摸一下这东西。青苔吗？哦，好软啊，像火盆地。你们摸，然后踏上来看看。哦。他说这个是你直接赤脚走上来会很舒服。这不是脏东西，你摸就知道。哦 ，it's soft. It's soft, yeah. Yeah. Texture is soft. 你要去哪？你要去哪？我怕等下会突然有只熊冲出来。你怎么知道不可能？哎，不是，这个真的有点难走啊。这个。哎，你不要穿防摔衣就可以这样吗？哎呦 ，Oh my god！ 哦，有没有世外桃源的感觉？挺漂亮的。对啊。有个小桥啊，真的是那个营地啊，漂亮。这个树上面分泌出来这种黄黄的这个结晶体，他有说这个，他说是什么功能？口碑。谁知道啊？我忘记了，我只知道他很快的讲完之后，直接就 ，Oh no！ 那就是甜甜的吧？我觉得味道有点像蜂胶之类的东西。哦，好大只的蚊子。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很多 biker 也会来这边休息。我们要重新出发。重新出发。出发啦！哎呦，你不会唱？出发啦！这怎么唱？不要问那路在哪。谁的歌？纵贯线。哦，纵贯线最棒。在靠背，我以为你要唱。往左右两侧的路看啊，都有一些残雪。这边这个是残雪。为什么这些雪不会融啊？其实我很好奇。不是啊，因为它晚上如果够冷的话，它就有可能是维持一个结晶的状态。第二天它虽然会融化，可是可能融化的比例不够高，到了晚上它又再度结冻起来。哦，水牛哦，驼鹿。Oh my god！ 好吧，重新上路呗，反正已经拍到照片了。哦，干！我又来了。我又来了！等一下，我撑不住。放 Again。老板，你先不用，然后大黑下去帮你。好。要抓哪里啊？比较好。你有没有受伤？没有，没事，我觉得。好，没有受伤就好，没有受伤比较重要。好，你先去旁边休息，然后那个线要住，大黑去帮你。OK。好，来，1、2、3。哦，这个湖好漂亮哦。呀。然后我回头拍个照。好。哇！哎，这边很滑。这边很滑哦。拍照而已，你们先走。这边的山都有一种好近，有一种压迫感。左右两边。我本来以为是雪，结果居然是实地。现在这边旁边真的是寸草不生。这个 sweet potato and with the plum。哦呀，是一个 faber， 台湾的食物。Some fruit snack. Oh wow, very sweet. With plum. Oh, sweet. In Taiwan, we love to grind the plum into a powder and put it on the guava On everything. Yeah, on everything. Yeah. 1 to 5. 那个 rate, yeah. 1 to 5. I give it a 4. I like that. Oh yeah. Finally a 4. Wow. It's okay, it's okay. 看，居然突然在下雨。这边的天气变化真的好突然哦。但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地面变得比较扎实，所以反而好像可以骑快一点。现在呢，大概剩下2公里左右会到我们下一个这个休息点露营地那边。我刚看到那边有个告示牌，他说你现在正在熊的国度。It's a bear country. Okay, so which means it's there's a lot of bear around here. Oh. Okay.
You are in Bear Country。好了，我们现在来到这个熊的故乡露营地。我看到哦，它上面写 It's a bear country。对，没错。这边也有写防熊指示。Camping in Bear Country 啊。可是我觉得这不是 Bear Country 啊，怎么？我觉得是蚊对嘛 Country 蚊子的 Country。那个一掌打下去可以打死27只蚊子的这个官方记录，我终于知道是在哪里，就是在差不多这个地方了。真的。你看我们现在在一个密闭的空间，为什么这边有个密闭空间？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防熊，你遇到熊来的时候，这个就是你躲的地方。第二个，蚊子，你在外面野营真的你活不下去，你会死。真的好恐怖哦。对不对？超可怕。哦，好恐怖哦。So it's our lunch. Yes, we're gonna make some sandwiches. 所以他们其实现在是他们是用这有点意大利风了，意大利式的那种扁的那种长面包，然后我忘了它名字，拖鞋吗？然后呢，他们再加上那种番茄糊在上面。Half of my family is Italian. Yes, I'm just talking about it's very Italian. Yes, so I'm into the cured meats, the salami, the you name it. 他就说这的确是因为我家族里面，他就说他算是一半的意大利人。哦，看到没有？我不是在那边胡乱的，我一看就看出来啦。饱读诗书啊。对啊。那你问他凤梨披萨他怎么看 ？Okay. So, Dahe woul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So,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pineapple on the pizza? It's fine. It's fine. You know, I don't judge people. Okay. One of my kids likes it, so yeah. Okay. Yeah. I love it. I love it, yeah. I'm a libertarian, so as long as what you do does not hurt me in any way, you're free to do whatever you want. That's my I'm liberal as well. 因为这种是怎么讲又冷又干的东西，对我们台湾人来讲，真的像酷刑一样。我其实如果我今天在台湾的话，我刚吃到一半的时候，我直接就说我不吃了。对，但这边没有办法。你知道为什么不能吗？因为没东西可以吃了。不是，我们不能留下任何东西去吸引熊过来。没错，你不能给他们吃。对，因为给他们吃不是说我们小气，是熊吃了人类的食物之后，它会变成 crazy bear。对。它会变成熊盖毒，烂死！你知道我昨天晚上我看到有一个料理频道在教他怎么做卤肉饭，我快发疯了。真的假的？想吃卤肉饭了是不是？他这边还有特别就是解释了一下，就是你要怎么样去设置一个安全的萤火，而不是森林大火。呀，贴心。对啊，但是因为火好像熊好像也不喜欢吧？对，所以有点安全。你现在是在干嘛？很多蚊子好聪明哦！你看起来真的有点怪。这边其实从我们进来开始，或者是每个地方荒郊野外的地方，都会放那个防熊的垃圾桶。但他们不一定都长得一样啦，但他们一样的操作就是你要按里面这个东西才可以打开。要抠。对。西螺大桥。然后现在中途加油，然后你要洗脸是不是？什么抓好哦？结果他就在这边失败这样。对，结果不是倒车，是在这边摔倒。洗头洗脸来，这怎么做到这件事 ？I don't know。为什么都弯不下去？为什么你做起来就跟剑不一样？来讲一下有没有？现在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个野生动物在河边，有没有？河边饮水。他现在在学动物哎。对，真的蛮像的。那边又有马里欧的云。我们现在今天走了290公里，所以我估计可能大概在120、130公里吧。但这边有对惧高症的人来讲，其实有点恐怖。说右边哦，干有一点。而且因为这边又很滑，你好怕会滑出去。对。回程这段路我想跳过。真的假的？你有惧高症？我有惧高症，我超级惧高症。不过说真的，我觉得这里让我强烈的感受到地球暖化的这个环保危机。因为你是说这么北还这么热是不是？对啊，现在这边有26度哎，怎么可能？大前天吧，我们在白马的时候才13啊。那个时候 Melody 就说，他说去年是暖冬，他说就温度比以前高了很多这样。那我就问说，那是有多暖？他说零下-30度。我就心想啊，-30度暖冬，
什么意思？然后，但是问题是那时候我听是觉得蛮莫名的，因为零下30听起来是很冷，但 Melody 有说以前至少都负10。他们说对当地人老人来说，现在已经没有冬天了，以前都会是什么负50啊，他们说现在已经没有。这边应该算高原吧？对啊，感觉哦，这边好开阔哦，我喜欢这里。其实这里是高地，但是问题是就是平坦的地方。我觉得现在就是在一个让我觉得很紧张的状况，路又难走，然后后面有人在追，然后其实左右的高度又很高，让我觉得很害怕。我们其实现在剩下大概理论上不到100公里。那台卡车还在后面嘛？他好像不见了，是不是？他觉得我们是路队长。天哪，我们居然被当路队长。还在后面。他是杀人魔，我们怎么样都逃不过他。路边的碎石蛮多的，对，还超至上。所以我也不是很想随便就靠边，因为我觉得靠边可能也是一个问题。我搞不好一靠边一滑倒，然后直接他真的就过来了。两个脚踏车，干太狂了，太狂了！哎，如果今天只是稳稳的骑车的话，其实我觉得不算是一种运动。可是我在这种路况上骑车，我已经可以开始感觉到有部分的肌肉在酸痛。哎，我先大家讲一个前提，因为我年纪比较大一点，所以肠胃比较不好，所以有时候会想放屁，而且我放屁的频率应该比年轻人多一点。然后有时候我骑车骑久了，骑了大概 maybe 一个小时，就会觉得很想放屁，但是你是坐着很憋，所以其实放不太出来。然后我刚发现一件事，只要站起来，放屁就会变很轻松。哎，你可以得诺贝尔奖。然后我刚刚说老实话，我刚刚有一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站起来一下的时候，那就是我在放屁。哎，可是你知道 James 有说，他说你知道骑车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闻到各种味道，像是树啊、水啊、沙尘啊，他觉得那种体验是开车无法感受到的。而你们在刚刚你们这个骑车体验当中，你们感受到了我的屁。卡车超车，很快哦。一路追过来，真的好可怕！我看起来像一个猛兽，然后带着滚滚沙尘这样子喷过来。干我他妈，我是要怎么？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让。好，给你过，快点过！妈的，吓死我！你知道我骑边会有多害怕吗？哦，那个烟尘，干我都看不到了。哇！对，这边我刚刚一度差点失去控制，干！不行了！我刚刚我觉得我差点摔出去。我现在冒冷汗，因为真的不好骑。这是我目前遇到最大的挑战。这一整条路滑到一个不行，沙子很深，我只要稍微一不小心，车子就在打滑。我维持时速60公里已经是极限中的极限了，完全没办法再快。我刚至少有2次，我觉得差点摔倒。妈的，我现在一直在全身冒冷汗。前完 Eagle Plan 的最后40公里真的很困难。But the last 40 kilometers so hard. And the big truck. For the first part of the road, the big truck almost ran me over. Really? Did it do the same thing to you? They gave us a lot of pressures. Oh yeah. Yeah. We want to try to find some space to avoid the truck, but she's just so fast. Yeah. Okay. Good job. Okay. 他刚说骑那一台大卡车差点真的是直接把它撞上去。他说这一段他如果是下雨的时候会更难，因为他说下雨的时候变成泥土，它会变成泥土，而且那个泥土会粘在你的轮胎上面，就是你会变甜甜圈的。运气很好。可是这已经很恐怖了。我看我好几次都觉得突然之间一撇到路边只剩一点点自己的地方。对，我刚刚一直听到你的声音。那你们怎么都没有回我？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再回你，我没有办法跟你讲干话。我这个时候就是保重吧，就是你过不去，我也救不了你。In Taiwan, there's a lot of big trucks when they're trying to, get over us. We will say, which is your father. Fuck you, yeah. Did you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I did, yeah. You did. Yes, 加拿大也会做这件事情。Now we know. And if I see them again, I'll say something in person too. Yeah, there's no need for that. Okay. Even in the truck. But we're joking, but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because 2 weeks ago there was a fatality on the Dempster. Exact same situation. Wow. Motorcyclist went down in the gravel underneath the truck. So we have to be careful. My dad used to say you might be right, but you're dead right.
OK， 哇，哎，谐音梗 ，Even if you are right, you are dead right。因为这是一个，因为 dead right 就是说，你知道吗？你超级对的，可是你是死的那种对。前几天就是有一台摩托车，他就是对向有车的时候，他刚好就是滑倒，然后他就滑到对向，然后就上去了，然后好像是今年第2起隔壁。那议员要去瞧事情。刚刚呢，就是突然有人摔车，然后就是有人跑过来找 James 去帮忙这样子，所以这条路其实真的很危险，而且它是刚好很碰巧遇到我们在这边休息哦。对啊。不然这一条路其实真的没有什么人。没有人。然后你一摔了，没有人救你，或是你身体怎么样了，真的就掰了。所以其实真的很危险，所以你一定要就是保持 focus， 就是保持专注。我现在已经中文词汇已经开始降低了，所以我其实老实讲，我真的觉得刚刚老板很厉害。但是我们不能太早夸他，对，不能跟他讲，不能让他掉以轻心，因为你保持专注是真的很重要的。然后这一条路是真的很危险，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们这一趟过来就是走一条路而已，到底有什么难的？其实真的很困难，因为这些沙子啊，有时候这个沙尘是深的，或者是大卡车过去你看不到路，真的很危险。因为而且大家的速度其实都很快，至少有70、80。但是在70、80的情况下，假设你想要放慢的话，你放慢到40，今天有沙尘，后面有车子过来，干就又掰了。而且难也难在就是看不到这些沙子的深度啊。对。对啊，那个光照下去真的看不太到。哎，这谁？议员第一次拍片。过去敲完事情之后啊，怎么回？议员刚刚怎么样？没有，看起来没什么我的可以帮忙，因为他们人也很多，所以感觉应该是安全的啦。OK， 就不多说。感谢议座关心。好，上路了。最后30公里，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了。那边应该是真的有发生火灾欸。另外远方正在森林大火，超大，红的吧，在那里啊。哇哦！现在突然之间觉得，就是北极前往北极圈的这一条 Dempster Highway， 虽然有很多壮丽的风景，可是也充满了那种无生命的恐惧。有很多天灾和人祸正在发生，那边有火灾。然后刚刚的巨大的砂石车，这条路上所隐藏的各种危险，距离 Eagle Plain 我们的下一个停留点还有26公里，但这26公里我觉得会比前面的300公里还要更加的辛苦。我甚至觉得我们好像是一直在往火海的方向冲，怎么会这样呢？那个火真的是有够大，大家互相通报一下。白马前往刀森 City 的路上。因为那边其实还是人群聚落比较多的一段路，所以我觉得政府的管理，我觉得相对来讲是比较完善。可是这里我觉得已经有一点点蛮荒之地的那个概念，所以我觉得搞不好像这边的野火处理起来的速度可能就不会那么快。Vision about this because it's pretty close to the road, and we don't. If we go past it, there's a chance we could get caught up north for like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So it's blocked? No, it's not blocked, but this is a new fire. They probably don't even know about it yet. Okay. So last year a fire happened in a very similar area near Eagle Plain, and the road was closed for quite a while. People were trapped on the other side. They couldn't go back for quite a few days. Like over a week. Like over a week. Wow. Yeah. It's very close to the road. 他是说会回不来，过得去会回不来。哦。I mean, it's moving away from the road, but the road does kind of like, you know. Or if the wind changes. Going to that direction. 现在是个大问题。他现在其实路没有封起来，只是如果我们过去，有可能会回不来，它可能会烧1个礼拜哦。对，刚才说我们刚刚骑过的路，它会整个烧过去，然后就会回不来。它现在是风是往远离路的方向，但是那边的话是靠近路的方向，所以我们可能会回不来。而且就快到了。对，其实就是差个2天。你看，那还看得到火。对啊。你知道为什么吗？什么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带他出门。就你啦，啊，塞了。又是你，我们这次真的没有想到野火的问题哎。
对你来讲，你会觉得就过去嘛？因为它其实反正说真的不会有生命危险，只是我们回来可能会也许会被困住。我先讲一下，因为他们的问题不是我们要不要去，他们也后面有其他的安排。对啊，他们也会影响到他们，所以我跟我现在很希望老板可以发挥他遇难的能力。没错，赶快，秋慧姐，赶快发功，赶快下雨，然后赶快祈求下雨，然后赶快发功。OK， 不过就是去北极观光一下，怎么可以搞成这样？唉，我必须说，我虽然碰过野火，我也大概也想过野火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还是第一次这么真实的碰到。还有大概10公里左右就会到。前面陆基摊方哦，靠左边一点点，右边沙子很深。好，哦，那个三角锥那里。我知道，我有注意到了，谢谢。刚刚卡拉跟我们说，因为我们都觉得，反正如果过得去出不来没关系，但是其实因为那边很偏远，所以那边的所有的物资都是从这条路，不管是食物、燃油等等的东西，都是从这条路这样运送的。那假设我们过去被封路了，我们可能什么都没有，在那边会很辛苦，加上很热，然后因为这几天的天气都很好，就算我们晚上可能好，因为变冷了或是有控制了，可是到白天整个那个温度上来，它还是有可能会再继续烧。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过去真的被困住了，加上这2、3天的天气很好，它可能就是不会停止。那我们现在还是先到 Eagle Plan， 然后再看状况。有可能我们随时都要离开，因为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因为它一牵连，就是可能会影响很大，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有自己的事情。对。感想如何？我要死啊！没有啦，真的假的？我觉得其实想了蛮多人生的道理。真的吗？没有啊，因为你很莫名哎，就是我不知道所有来御空的人都会经历这么多事吗？你是说大火，然后熊，然后倒车2次，沙子，然后多啊，还有疯狂麦斯追逐战。对，疯狂麦斯追逐战，好难想象哦。可是我真的觉得我们至少不到目前为止，关难过关过嘞。对啊，所以我也觉得应该是可以过得去啊，没问题，没问题。但这边好像我们离开那个叫什么？离开Dawson City 之后，其实后面就没有什么真正的人类聚落。这里其实严格讲起来，只是一个比较大的休息站。刚刚那个卡拉说，因为他们还要再追踪，因为他们还是要追踪这个火的状况，有可能我们还是要随时保持警戒。对，该走的时候就要走。对，靠，超大熊！Oh my god！ 是不是让我想到那种雪场饭店？对，有一点那种感觉。We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the fuel shortage issue here. At least we have enough fuel on the truck and in the jerry cans to get the bikes to the next fuel stop, which is Fort McPherson. We probably even have enough to get to a new day. Yeah. 好，反正现在的状况就是我们可能要，James 认为我们其实可以继续往北啦。然后，但是问题是他愿意，但是问题他必须要说他愿意腾出额外时间，因为我们可能会被挡住嘛，搞不好甚至要待在这边可能7天10天都有可能。可是Carla他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他必须要搭飞机回来。如果被卡住的话，如果被卡住的话，前提是如果被卡住，对，那我们必须要负担他的机票，这个我们完全是没有问题。他刚刚好像说一个人400加币，但当然了，这个还要讲到油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现在补给也是有问题，所以也有可能我们到Inuvik就是走不下去。Inuvik走不下去？你说他们那边的食物可能会被，如果大火来会被困住的意思？不是因为现在没有油，你知道这里没有油吗？哦，刚刚他们有在聊，这里没有油，如果Inuvik再没有，我们是走不下去。等一下，这边没有油。他们刚刚有人在聊，是用完了嘛？对，用完了嘛？对，因为我想说这边是有加了枪的，但是他们没有油，所以他们要等油罐车送上来。好了，所以我先讲一下。老板，你今天第一次骑400公里，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你看起来比我还累。他刚讲话完全是一个老板，你骑第3天你觉得怎样？我可以跟你讲，很爽。很爽，因为我在后面看，其实我觉得骑得蛮辛苦的。对啊，其实蛮辛苦的。老实讲，我现在是想，我搞不太清楚，大概是这边
天气太干燥，还是怎么样？我觉得我有点感冒迹象。我本来昨天觉得可能只是我想象的，喉咙有点痛，可是我已经开始咳嗽了。那就是了。看你刚刚看起来超像假咳的，可是我真的想咳啊！你假咳嘞！我发誓，我真的想咳。我们还是打个电话跟医生确认一下比较好。真的要用到是不是？哦，你要用我们那个 IC Care 的服务吗？对啊，我们不是有2次可以用？来，有2条命哎，有2条。他每一个人你只能就是本人的账号才可以看诊。哦，现在应该早上几点？然后 maybe 11点、12点吧，因为它可以提供24小时的服务啊。啊，你刚刚医生说什么？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这种线上看诊服务是新开的，所以态度很好？对，好到一个，我觉得平常看医生不会这么好呢。医生笑笑的这样子。按照他的说法是，只有是最后一颗他建议不要吃，因为他说是抗生素。而且我刚看了一下这个抗生素，它的确有提到一个点。还有嗜睡，还有嗜睡的问题。我现在不能嗜睡，我嗜睡都摔车了。我跟你讲，幸好有问哎。对啊，我就知道这一颗不能吃。觉得这个 IC Care，不是开玩笑，打电话真的会通哎。在户外有时候真的会很无助哎，就是我们真的生病了，你去跟当地人沟通，有时候不一定沟通得来。然后有时候药物你也不是你马上买得到，然后你也没办法马上跟他们说，我要什么药，我什么症状要什么药，很难讲。所以我觉得 IC Care 这个服务其实真的蛮好的。我们好像就是还没有完整的讲一下你今天要干嘛，因为其实我们今天是终于正式踏上 Dams Highway。对，我们 Dams Highway 预定是要花2天的时间走完。有一些比较硬派的人，他会选择1天之内把它干完。可是你知道，1天干完的话，就等于加起来差不多将近1000公里哦。所以我觉得是干1天怎么可能？我们这样子骑已经骑了11个小时才到这里耶。就是我们其实是有走走停停，中间一定要休息啊。你不休息啊？有人用24耐的精神冲过去啊。太累，而且很危险的，因为其实我们去的时候，有人回来是倒车的。其实沿路倒车的人不少，因为上个月就据说有2个人过世在这条路上。当然感觉到大自然的可怕，它有各种危险。譬如说，它的路是人勉强开通出来的，可是事实上它也是被自然所影响。譬如说各种风沙，你会觉得稍微那种危险的感觉多一点，比较不安全。譬如说，像有的地方你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左右2侧是悬空的悬崖，上面又是那种土石路，你会觉得随时可能会左滑右滑直接掉下去，所以那个心理压力超大。那一段是真的，我觉得蛮惊险，真的很危险。因为其实我们从后面看啊，我们大概长达有1-2分钟，其实都看不到你们在哪，然后你又没有声音，因为我们又有一段距离，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很担心。因为今天天气非常非常的好，可是我们至少遇到2次下雨，而且那下雨是突然说来就来，但说走又走。其实在这个地方，这个靠近极圈的这个边缘。我觉得它的自然气候是没有在跟你讲道理的，他想干嘛就干嘛。那一段路真的很困难，但我没有想到，就是老板真的很安全的来到这里。虽然其实 Dams Highway 我们只有走到一半，我们后面还有一半，但也不确定能不能走完。但是至少我觉得这前半段老板的表现是很不错的。老板经过那些沙石能控制得住，我觉得蛮厉害的。因为那个沙石其实是你远看不出来它有多深。对，那当你看到它已经来不及，再加上因为太阳很大，然后你路会一直改变角度，所以你会无法判断它到底是深的沙呢，还是浅的沙。自己在车上看都觉得哇，大自然，我们人类很渺小的感觉。预计明天早上8点，我们要在这边吃早餐，然后看整体的状况，再往后前进。就这样，晚安啦。好啦，晚安啦。明天还晚一点。好天气洗车绝对会下雨的。来，我跟你讲，我刚发现你们好像忘了带这个走。这是房内的东西啊？是吗？对，那是房内。Arctic Circle， 耶！我们进来了，耶！你知道昨天呢，我们到那个 Eagle Plan 的时候，北极圈对我们讲说，你进来了吗？然后我们就想说，哈，我们还没进去吗？我们现在进来了。是因为我们现在还在门口可能还没有什么感觉。干！很滑，非常滑。我知道，我现在努力的 hold 住它，怎么会这么滑？是看地面根本看不出来。我要失去控制。我看到了。但是你救回来了，很棒啊！你刚刚那个根本就是已经在边缘了。对啊。